要走这个街挺可怕的，经过的时候又有一点心惊胆战。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给狗追。We are a racing simulation studio. People can come, they can just enjoy, feel the adrenaline rush. 打马个就是汽车有凹凸不平，我们就把它修回原形。我在这个行业50年了。我是一个葬礼策划师，金明对我来说呢，可以讲说是我第2个家了。新民是新加坡最早的汽车工业区，1970年代建立至今，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目前新民有240间修车行，占新加坡总数的约1成。和其他工业区不同的是，这里除了聚集了与汽车相关的行业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在新民通道大排37到39号有一条殡葬街。从事殡葬业已超过半个世纪的郑海传，就目睹了80年代殡葬业在新民路崛起与发展的过程。以前的做殡葬的，他们在一个Jalan Pemimpin啊、Kampong Road， 他们赶了来这边，这个政府配给他们了。有剩的呢，就是政府开标给我们来标了。因为我那时候是80年代有标一间了，在这边了。80年代这边很近，这边没有车，什么很少人知道哦，因为那时候基督安也刚刚来，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慢慢做起了。80年代的时候，金华兄啦、台子học兄啦，他们先来了。那个洪有成啦，也是我朋友啦。40多年后，洪有成殡仪馆还在新民工业区提供服务。我是洪佳佳，我是一个葬礼策划师。这个是我父亲创办的洪有成殡仪馆。我父亲他是在1978年创办的这个公司，之前是在Jalan Pemimpin呐。大概80年代，就是 Jalan Pemimpin 那边，我们被政府逼迁了，就是过来在这边。这个地点非常好，交通方面我是觉得挺方便的啦。你进来的话，都是看到的都是殡仪馆，就是跟葬礼有关的服务。殡葬业之所以能在新民工业区屹立至今，一条龙的便利服务是原因之一。我记得光明山已经有在那边的啦。这边有殡仪馆，骨灰要放光明山，光明山那边也是有火化，在这边去光明山也比较近。连隔壁这边是基督安，连有的殡葬要烧基督安的，骨灰也是放基督安，这个他们的方便啊。相关行业因为纸料店他们喜欢在这边给人家方便买东西，所以这个纸料店也是在这边蛮久了，也是一条龙啊，很方便啊。这边也是很多工厂啊，很多工厂的人也是会来这个咖啡店吃东西了，所以他们也是几十年在这边了。45岁的詹志成跟殡仪街有一定的渊源。他小学4年级开始，有7、8年的时间，每个星期天都会到光明山普觉寺学佛。殡葬街是他必经之路。记得我坐那个巴士130，然后下那巴士之后，第一个看到的就会写那个3个字“死人街”，
那我觉得要走这个街挺可怕的。第一件事情看到这个，那经过的时候又有一点心惊胆战。以前有那种旧式的棺材在里头，那种很大很大的棺材，然后就再继续走的时候就看到一些相框，就有一些人就会停放在这里，然后继续走就很多只狗。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给狗追，那时候挺心惊胆战的。其实我没感觉到多大的变化，因为毕竟殡葬业嘛，也没真的太大变化，只是现在有多出不同款式的金银纸，我们看到的棺木也是有一点不一样了。但是，我今天到来这里的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味道还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会来这里的咖啡店吃东西，我就发现，有年轻化的现象，这是好的现象哦，因为必须人家传承下去嘛。我觉得这一种文化，是应该传承的。詹志成经常光顾的咖啡店，也因为受到地点以及时局的关系，生意受到冲击。我叫杜思雪，我是越南海外人来的。年我来这个新民路做工了6年了。我就是每天看到人家吃啊，我们想很开了，我们想开了，没有怕，也没有什么感觉。这边平常就没什么人。这边生意不好，是客人说很好吃，不过他们说不要来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来这个地方吃不好，他们很怕，他们板单的对，他们就不敢来这边吃，因为这个疫情的时候就全部就是没有客人，就 cover 不了，他们全部就关。在新民工业区殡葬街工作和生活的人，无论局势如何，他们早已和这条街有了情感的连结。我做这行已经50年了，我现在已经76岁了嘛，对不对？所以做了几十年了，所以有的是交给儿子做，有的是交给孙子做，所以孙子是在新民路这边了。我觉得这里是确实是一个 circle， 一个圈，大家都在做同样的类似的东西，大家都在分享他们的经历，生和死后的一些过程。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大概有40年了，扎根了，觉得是离不开了，就感觉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坐落在新民路的新加坡第一个汽车工业区。从1972年建屋局完成了第一批汽车修理厂之后，推动了修车业的蓬勃。我姓龚，名整学，今年66岁。从事修车打马嘎这个行业有大概50多年了。打马嘎意思就是汽车碰撞的时候有损坏、有凹凸不平，我们就把它修回原形。龚家两兄弟就是修车行的业者。这是我大哥咯，我会开始这个修车的行业就是跟着他开始的。因为书读不了，就时常跑学，就从12岁多就开始做学徒。一次很难做的，一次要全部给他查到完。小时候就跟我姑丈学了几年，就跟人家打工，在牛顿那边。1975年就搬来新民路。刚搬来的时候，这个新民路啊，完全是好像鸟不生蛋的地方。生意比较旺，就是从79年开始，有 Comfort 的 taxi 来了。
跟他包他的工作来做。从那时我们的工作量就慢慢大了，之后就做了保险公司的代理，好像维修的代理，之后生意80多年就开始做起来了。目前，龚振贤在新民工业区总共租用了4个厂房，并聘请了30多名员工来应付顾客的日常需求。尽快跟他做好。从当学徒起步，替别人打工，一直到自己当老板，大半辈子都在汽车行业打拼。大哥的成就鼓励了弟弟振杰，促使他一心想步入大哥的后尘。我会选择在新民创业，是因为我从开始当学徒的时候，我哥哥也是在这边，所以我熟这里，算是大半辈子在新民了。新民工业区这几十年来，赋予龚家两兄弟的不只是事业的成就，也让他们见证了新民的发展和变迁。以前那边我的厂房就跟现在这边的是大概一模一样的，比较旧款式的1层楼的。前面那边现在草的那一边啊，就是以前我大哥的位置。我大哥有4间在那边，2006的时候我有2间在那边。那么那边现在又开始要建 BDO 了，大概10年后政府要我们搬迁。就搬到现在的Auto City。刚刚搬来Auto City的时候，你在考虑它的租金问题啊，是有一点烦恼啦。跟旧的店是差不多接近差1倍。慢慢适应，慢慢做咯，勤劳就有饭吃了。要是拿现在跟以前相比，当然是现在好啦。现在这种先进的厂房大楼啊，灯光充足，停车位很充足，不会热晒雨淋啊。新加坡有很多旧车工业区，譬如说伊顺啦、有迪啦。新民路它为什么会比别人好？是因为它有 LDA 在这边，而且它有2间验车中心 ，SDA 跟 YCOM。就比别人方便了。已经71岁的龚振贤，在修车这一行已经差不多60年了。他打算多做几年就功成身退。没有接班人，所以做到我退休就可能有看谁要就给人家接班了。我本身可能没有接班人了。大哥打算退休。弟弟对未来却信心满满，毕竟他不愁没有接班人。这个是最 high spec。我的名字叫龚庆龙，今年40岁。我加入我的父亲的公司大概有9年多了。我从小就喜欢车，当时在2014年的时候，我是在日本留学，都是在读机械、读汽车的。引擎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机会在日本的丰田工作了大概3年左右，大概已经学得不错了啦。然后也是刚好父亲也是在问我说，是不是时候回来了啦？这样子。对的。我对我儿子到现在的评价是很好，他野心比我更大。你离开了那个不一定说的。我感到很骄傲，很多人都称赞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而且肯继承我。很欣慰，很欣慰。回想我在这个行业50年了，养活了我3个孩子，现在进展到我有10个孙子，我觉得我很骄傲了。我在这个行业，我喜欢这个行业。不让修车行和殡葬业专美，新民大约10年前迎来了新的工业大楼——新民巷美景城，为新民带来了新的契机。
这里出现了特色餐馆、幼儿学府，还有艺术气息浓郁的画廊。卢作为是新民工业大楼一家画廊的老板，他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OK， 哇，漂亮！自己与艺术的结缘始于一面壁画。我创业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生意是帮学校设计壁画。我在一个3层楼高的一个 scaffolding 一个架子上面画海豚。我把海豚画得真的很像，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在这行其实是可以做的。2016年，卢作为就在陈威烈大厦开设了他的第一家画廊。今年5月，他在新民开设第2家。身为一个喜欢艺术的企业家，他把艺术商业化，聘请画家专门为顾客绘制他们所需的画作。素锦和崇光这2位画家是很有天分的画家。素锦呢，在这一行已经做了30年了，他就是能画到很逼真的效果，所以对我们的客户很重要。那崇光呢，他其实很有天分，是一个我们可以栽培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I'm Bodhi, I'm 23 years old and I'm currently a full-time resident artist here at Living with Arts. My main style is a mix of surrealism and abstraction. 何崇光来自马来西亚槟城，6年前来到本地的南洋艺术学院修读美术，毕业后成为画廊的常驻艺术家之一。I customize different artworks for customers. And I can paint my own artworks and sell it here as well. Yes, this is one of my artworks. It's for exhibition. 2位艺术家在新民工业区作画时，都会故意选择在人潮流动的落地玻璃前，目的不仅是要展示给路过的人观看，也希望趁机推广艺术。My previous space was private, so there was only me and my colleague. So now, in this space, it's much bigger. People coming in doesn't really distract me, but what might make me be in a dilemma is when customers just look in from the window just to stare at me. 这是一个很新的尝试。其实，在新民呢，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心脏地区，而且在这里我们很接近这里的居民，这里的 HDB 啊、condominium 啊，离我们都很近，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新加坡的艺术和国外的艺术。我们需要鼓励艺术，因为艺术对我们的创造能力是息息相关的一个 relationship 啦，一个修养。除了画廊，新民巷美景城还有一个隐蔽的小店，专门让人体验职业车手飙车的快感。I'm Enzo. I'm 27 this year and the founder of 99 Benz. We are a racing simulation studio. 黄丽玲从小就喜欢赛车，从电脑游戏开始，后来迷上卡丁车。他曾经在卡丁车道赢过不少奖项。I started sim racing at home during COVID. It was locked down, so there wasn't much things to do. Even the cutting tracks were closed. So I started 99 Benz primarily is to offer a very low barrier to entry. People can come, they can just enjoy, feel the adrenaline rush. So we get a really big range of demographics. Can be very young kids all the way to, of course, your typical adult. Then you have the older ones. Maybe they missed out this opportunity when they were younger, so they come here to relive their childhood dreams.
And of course, it's every sim racer's dream to go and do the real thing. 黄立宁今年也晋升为赛车手，在泰国参与了人生第一场赛车比赛。Driving in the sim is one thing, but driving in real life at that speed, the highest speed we are reaching is almost 250 before the hairpin. So, in the sim you just drive. Whether you crash or not, doesn't matter, you just restart. But in real life, when you're going at that speed, then a lot of things start to go through your head. You don't have to be a hardcore enthusiast to race. Like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it's for everyone to try and experience the need for speed. 这里只是模拟赛车店暂时的落脚地。黄立宁希望将来能找到更大的店面，扩充生意。I think Xinmin is good. Definitely, the area plays a part in that feel for motorsport or automobile related. Hopefully, we'll find a more permanent place in this location. 新民工业区，一个以汽车工业为主的厂区，它所提供的不仅是与汽车相关的行业，也打造了一张美学与艺术的温床。一条殡葬街，弥漫了多少人的离愁别绪？不同宗教殿堂，抚慰了多少心灵创伤？有商机，有历史。有文化，就是新民工业区的独特之处。